当初是你设计逼走了青枝，我要不是看在嘉欣的面子上，我早就跟你翻脸了。现在怎么着？要害得我们荣家身败名裂是吗？我没有，我是想……什么都别说了。从今天起，黄家、荣家永不来往。哎呦，智慧回来了。哎呀，刚才荣太太打电话跟妈妈吵了一架，说以后再也不跟余家来往了。你也是不懂事，你竟敢勾引荣老爷啊！你姨母可是咱们家认识的唯一的富贵亲戚啊！我将来还想在荣氏商行谋个差事呢。哼，这下可好，你说说，这名声坏掉了，将来哪个正经男人肯娶你呀？啊？没事的啊，智慧。我问了那放贷的，他一大老粗，说不介意这茬子事儿，你呀安心嫁过去啊。我是不会嫁过去的。你，哎呀，这是5000块，拿去还债吧。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欠你们的。哎，智慧，我记得荣老爷好像给的不止这么多吧？哎呦，你太年轻不懂事儿，外边那些男人啊就想骗你的钱，等钱到手了，还不是去找干净的女人？你呀是守不住这么大一笔钱的，嫂子给你管啊。就是，你交给我，大哥替你管，不让外面男人占你便宜啊。可是我就这一点钱，是该给哥哥呢，还是该给嫂子啊？长兄为父啊，当然是给我了。啊？凭什么呀？你个败家玩意儿，多少钱到你手上都不翼而飞。你个贱人，敢骂你男人啊？还想不想过来？我给老子滚蛋！哼，你让我滚，我肚子里这个怎么办呀？让我滚，以后谁给余家做饭，谁给余家看孩子？你看看你啊，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到底要勾引谁呀？我勾引谁？我跟了你天天穿粗衣粗布的，我勾引谁去啊？你说话呀！没话说了你？啊，这钱啊就得我管。来，他这么年轻，这么多钱，他能管得了吗？还真是佩服他，够狠心，够果断。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就算他是清白的，也很难在上海找到体面的夫家了。倒还真不如一走了之，去外地投奔亲戚，找个不知情的男人，赶紧嫁了。女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趁着年轻貌美，找一个可靠的男人，再生个儿子。什么理想啊、爱情啊，这都是年轻时候做的梦。女人一旦上了年纪，姿色衰败，
就再难从男人那得到一丝怜爱了。所以还是得有儿子，你说是吧，冯小姐？我知道你还年轻，又长得这么漂亮，家庭教师呢又是一个体面的职业，所以你肯定是不用想这些的。更何况令兄不是也还没成家呢吗？冯医生有女朋友了吗？我还真不太清楚，不过医院那些护士还有家属病人好像都挺喜欢他的。我哥从小就受女孩喜欢，这一点我倒不用替他操心。那也还是要擦亮眼睛，仔细挑选一下。冯小姐，你单纯又善良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女人骗男人的手段多了去了。结婚之前装的贤惠温柔又善良，结婚以后就开始嫌弃老公不赚钱了。要么呢，就是嫌弃小姑子不嫁人，或者是嫁妆太多了。孙姨娘，你这是拿自己打比方吧？我刚才听见家康在哭，你这个当娘的也不去看一看。是，太太，冯小姐，回见。请坐。谢谢太太。怎么看都是荣定坤喜欢的类型，可为什么他宁愿去偷于智慧，都不愿意多看冯世珍一眼？难道他真的已经将冯世珍当成儿子的女人了，所以才故意避嫌的？太太，有些事啊，我想问你一下。前日舞会发生的事情，想必你都知道了。下人们都在议论，很难听不到。家里人多口杂，想瞒是瞒不住的。只是我听说，事发那天你好像一直跟智慧在一起。是的，于小姐当时喝多了，我原本是想去请杨先生的，但那时我哥刚好想回家，我就先送他出门了。太太，于小姐这事都怪我，要是我能及时……嗨，怎么会怪你呢？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大少爷，你出门啊？太太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上楼了。去吧。先生，小超，我是不会嫁给别人的。他变得愈发像荣定坤了。先生走。大少爷早。我才想起来方林他们今天出门，不用上课。先生留步。我们还是朋友，不是吗？先生要来看看我的字吗？
你刚硬端正。当初孟轩安肯定没有看过荣家上的字，能写出这么漂亮字的人，怎么会是传闻里那个怪癖顽劣的纨绔子弟呢？要试试吗？好啊。真特别，先生生性坚韧，聪慧多谋。若是生作男孩，定会有番不俗的作为。既然已经生做了女儿身，就不去想那些假如的事情了。做人啊，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。黎民百姓，还是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最要紧。如果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的人，还谈何宏图伟业呢？以前总是嫌弃先生唠叨，可想到以后很难再听见先生说教，总有些舍不得。你以后不来上课了？我爹让我多学一些商行里的事情，学业暂时停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。你送我的6分仪，同我的飞机模型摆在一起，我天天看着它。那很好。我确实见不得明明聪明有才华的年轻人，放下自己的追求，而去钻营生意。你家境富裕，更是应该争取实现理想才是。世珍，你有喜欢过的人吗？喜欢过呀。长这么大，如果没有喜欢过人，岂不是太奇怪了？是什么人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的资料查得这么详细，从来没有发现先生和哪个男士过从甚密。你不会是编了个人骗我吧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再说了，你以前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，你有喜欢过的人啊？你是说桥本？嗯。那不过是年少时的误会罢了。大少爷这么说，可是要伤人心的。我是说真的，他妈妈是从良的女校书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随母姓林，叫做林诗芝。我只知道，她妈妈是富商的外室，因为大母不容，他们母子3人被赶出家，被迫寄宿在重庆的远房亲戚家。所以你是为了他，才在重庆多待了1年？谁跟你说的？方林、方化他们。听他们说起，你们俩是青梅竹马，是因为造化弄人才被拆散开的。这好不容易重逢，你又订婚了，听起来还真是一出波折起伏的大戏啊！小丫头们瞎说的。我当时
是想去考黄埔军校。他们在招第1届的学员，我背着我爹去考，居然考上了。我爹不同意，一心要我念商科，我就赌气赖在了重庆。当然了，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还是被半劝半威胁的招了回来。飞机要飞上蓝天，就要冲破地心的引力，还有空气中的阻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稍有差池，就会坠落下来，机毁人亡。独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是啊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有时候又觉得太年轻，力量不够强大。这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。哎，说真的，我还想着你哪天能带我去坐你开的飞机，去天上看看呢。真的？嗯。你想坐我的飞机？想啊，我也想享受一下我学生的福啊，不然以我这种情况，哪里坐得起飞机啊？那就说定了。时珍，将来有一天，如果我开上飞机了，我第一个带上你。一不来上我的课，就直呼其名了。你太狡猾了，明明在说你的感情，你又牵扯到我身上。是吗？我可没打算告诉你啊。对，办点小事。你们说这杨先生如今可成大人物了，这被表姨夫抢了老婆，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呀？就是啊，咽不下他也得咽，他还得指着荣老板给他口饭吃呢。而且我还听说荣老板给了他不少钱呢。哦，再多钱那也是掉面子的事儿。这一边是表姨夫，一边是老板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杨先生真是够可怜的。哎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就这么闹掰了？别说，真有这可能。别说，杨先生，哎，对，荣老爷在楼上等您呢，让您过来就过去一趟。怎么闹不掰啊？就这窝囊劲儿，他不敢，是吧？我倒觉得有可能。行了。进来。修成来了，坐吧。我听说你病了，这脸色还真挺不好的，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大夫诊断一下？我就是得了点风寒，怕传染给别人，让姨父费心了。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修成啊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，憋在心里面说不出来，很难受，对吧？唉，是姨父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我之间呀，不光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还是姨父和外甥。虽然你是太太那边的姻亲，同我们荣家隔得远点儿，但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外甥对待，培养你，提拔你。在这之前，
觉得表姨夫对你有什么不公吗？姨父对我有再造之恩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说这些呀，不是为了让你报恩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你能像今天这样出人头地，那也是你自己的功劳。我不希望我们两个因为一点小事而有了嫌隙啊。于知慧的事，那天你也在场，她可不是无辜的。你也知道，表姨夫从来不强迫女人。好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就不说了。但是不管怎么着，出了这样的事，姨父心里还是很惭愧。我知道你现在跟我处事会比较尴尬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去好好的放个假，放松一下，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，啊。若你还想回来，郭经理快退休了，加上也还年轻，总经理的职位给你留着。若你另有想法，那我们就再慢慢商量吧。姨父教过我，女人的事，小事，姨父对秀成的恩情，秀成铭记于心，断不会因为此等小事与姨父疏远。但商行里面人来人往，难免闲话，我出去避避风头也好。好，那你去吧。表哥，爹，你和杨秀成说了什么？给他放个假罢了。哦，天津这单你办得不错啊，拖了那么久都没谈妥，你一去就办成了。你那几个师叔都在夸你年轻有为啊。爹，不打算继续用杨秀成了？跟爹说说，如果是你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爹，你本来就不是全信他，现在怕是更不敢信了吧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倒是你，应该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坏了事。那个桥本小姐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有这么个女朋友啊？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就是我在重庆认识的一个女孩。哦，对了，爹，您之前一直看不起的那个，就是桥本小姐。哦，原来是她呀。这么说被家里认回去了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她姓桥本呢？有什么好说的？爹要是知道了，我怕就是要和桥本家签结婚合同了吧？哼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管着你，安排你和杜家定亲，安排你进商行，你都不情愿。但是你还小，你什么都不懂啊！我要是不管着你，你现在还在浪费时间为你那不现实的梦想奋斗呢。爹，飞行员是一项受人尊敬的职业，这是我的志向。开飞机怎么就受人尊敬了啊？别管开什么都是司机。哎，
你尊敬给你开车那个刘三吗？我认为每一项职业都值得尊敬。爹，您的思想太守旧，太固执了。哼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想从军，一直想在战场上建功立业，但是军营里面派系纷杂，争名夺利，撕咬分杀，跟江湖上没什么区别。想当年，你爹我和赵叔，那也是怀里揣着梭子枪，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跑货。只要是半路上遇到劫匪，都是拿命护着货呀。后来家业壮大了，我们得守地盘，打点水陆两道，防着仇家，那也是枪不离身呐。晚上睡觉，枪都得藏在枕头底下。你想扛枪拿炮？你爹这辈子是拿够了枪了，生个儿子吧，本来可以安安生生的做少爷，读书做文章，偏偏要去拿枪。唉，好了，话不多说了。秀成放假了，他的事你来办。这是他经手的资料，你好好看看，熟悉一下咱们荣氏商行的事务。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冯小姐，我听说你们家原来在文春里有一家药铺，后来被大火烧毁了。幸好家里人没出大事，我爹受了伤，不过现在快养好了。赵秘书，来我办公室。进来。大少爷，您找我？我爹让我接手杨先生的事情。我刚刚看了一些文件，有些不明白的地方。你一直跟着杨先生，关于文春里的项目，你可清楚？啊，文春里这个项目一直是杨先生负责的。这文春里这么大一块地皮，那个叫做大圣的公司，却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荣家，这是为何？老爷当年吧，一早就想收购文春里的地皮，杨先生带着我去谈了好几次，但是因为附近的商铺和居民实在太多，各家有各家的要求，实在谈不拢。因为这事儿，老爷还把杨先生臭骂了一顿。不过这文春里后来忽然一夜之间就烧成了废墟，这地不值钱了。大圣公司就趁此机会吃进了文春里的地皮。至于他们后来为什么没有翻倍，倒手卖给荣氏，这个当初都是杨先生和他们谈的，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。这不合逻辑。荣家既然一直想收购这块地，以我爹和杨秀成多年经商的敏锐度，怎么会在降价的时候没有及时去跟进，反而被大圣抢占了先机？这个大圣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文件上面也毫无提及。是啊，大少爷，跟您说实话吧，文春里这个项目，自大火之后，就是杨先生自己处理的，我只是负责一些文书。至于这大圣公司的情况，我也实在是不清楚。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。对了，把所有关于文春里大火的报道和资料，全都找来给我。好。
这个包厢有人了。没人我还不来了呢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去杭州参加我一个同学的婚礼，碰巧看到你失魂落魄的上了车。瞧你这出息，不就是被戴了绿帽子吗？那个女人是个什么货色，你自己不清楚？我的事情你管不着。我才懒得管呢。你也是个人才，放到别处少说也能做个商行老板，偏要给荣定坤做狗。起早贪黑打下的江山，将来全归荣家上。哎，你说，你知道荣定坤那么多秘密，他的手段想必你也清楚。你觉得你今后的下场会是如何？是江里的一具浮尸，还是郊外的一抔黄土？横竖你家里也没什么亲人，这过年过节的，连烧香祭拜都省。优柔寡断，既想要飞黄腾达，又做不到利益至上。你要是真想分荣家一片江山，早该一脚踹了于智慧，去追荣芳龄。你这倒好，重情重义，被于智慧摆了一道。杜小姐，如果你来就是为了奚落我，我不需要。请你回自己的包厢。我是来提醒你，杨秀成，怎么说你也算是个精明有才的好男人，只可惜跟错了主子，看错了女人。你若是到今日都还执迷不悟，还是搞不清楚自己该要什么，那你就是天底下最蠢、最贱的货色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少爷，去文春里。
今天怎么有闲心约我来这儿啊？我问你个事儿，去年文春里的大火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不知道？那场火烧的，整个上海滩都看见了。哎，我家报馆还是头一个报道的吗？那块地，后来不是被你们家给收了吗？那场大火之后，有一家叫做大盛的公司把那块地皮给收了，但很快那家公司周转不灵，于是把那块地皮贱卖给了我们家。你各路人马认识的比较多，你帮我查一下这家公司到底什么来历。这家公司的事儿，你回去问你爹不就行了？荣家打开门做生意，对方的情况多少也是了解的吧？云池，不瞒你说，文春里的这场大火很有可能不是意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怀疑有人故意纵火，操纵地皮价格，而这件事情可能和荣家有关。我想知道真相。云池，拜托你帮我查一下。快点吧。粗鲁。晚上还要和父亲去荣家做客，你这个样子，怎么给人留下好印象？怕什么呀？横竖老大不出门，爹也就我一个儿子，那荣家想跟我们合作，还不得跟我谈生意啊？糊涂！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弟，还是双生子，你这个窝囊样子让人瞧见了，让荣家的人以后怎么看我？你不就是想跟你那旧情郎重修旧好吗？要我说，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求不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爹爹当初把我们找了回来，恢复了身份之后，你们就说阿尚家贫，高攀不上我们这样的家族。结果呢？结果，他竟然是荣氏家族的大少爷，荣氏商行的第一位继承人。要不是当初你和母亲苦苦拆散，我和他早就在一起了。我说姐，你可别倒打一耙。当初是谁嫌弃人家家穷，才决定和他了断了的？还成了我们的错了。现在可好，人家已经订婚了。要不然姐，你就凑合凑合嫁过去做个妾。做妾？绝不可能！你忘记我们母亲当年是如何屈膝在太太膝下，像个下人一样被人使唤，毫无尊严，郁郁而终。你忘了我们俩从小受了多少白眼和屈辱？要不是大哥现在半死不活，爹爹又怎么会找我们回来？我绝对不要过母亲那样的生活。我要明媒正娶，嫁进荣家，当正房太太。我还要让整个荣家都在我的手上。现在人都已经订婚了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阿尚重感情，我们毕竟也有过一段回忆。如今，我要想想如何用好这段感情。大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冯先生在吗？回大少爷，冯先生跟太太告了假，回家过节，要晚上才能回来呢。知道了。大少爷，妈，您说的是谁啊？我怎么没印象啊？就是那个赵伯母家的那个侄女，哎，你女中的那个同学。哦，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赵伯母啊问了好几次了，可你哥哥连面都不露。哼，哎，这样下去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啊？妈，哎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又提抱孙子的事啊？妈说的是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找个嫂子啊？你可别以为你跑得掉啊，咱妈也给你打听着呢。你都没结婚，我着什么急啊？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讲啊！你都23岁了，女孩子家你再不嫁，往后拖下去就要给人家当后娘了。妈，我不着急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妹啊，要是真不愿意嫁，我养她一辈子。瞎说。哎，哥，这围巾没见你戴过。尝一丝爱的余味，恨却刺痛了蔷薇，细雨伪装的眼泪很美，没钥匙打不开心扉。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棠红啊，与你共舞，又会一颗痛步，记忆中眼睛里的针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人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你笑容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，流光的岁月中，人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疑问，时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